长津湖战役其实打得很仓促，没办法，不论是装备还是后勤，志愿军都和美军差得太远。不过也正是因为差距麦克阿瑟信心膨胀，行军打仗根本没有什么顾忌。尤其是陆战一师，孤军深入几十公里个顶个都觉得自己战神附体，说不定打完还能赶上圣诞节。面对如此嚣张的美军，就算装备差距再大，来而不往非礼也要是不送美军一份大礼，怎么能说得过去教员很清楚，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要是跟美军在朝鲜南方平原打阵地战，志愿军只会更吃亏。所以权衡利弊之后，志愿军总部做出了一个第9兵团紧急入朝参战的决定，务必要在美军进山后尽量歼灭更多美军。这时候的第9兵团还驻扎在东南沿海一带，为解放宝岛而开展军事训练。由于事态紧急，一接到命令就立刻收拢部队，登上了北上的火车。大概情况可以参考一下现在10月份的天气，江苏、浙江等沿海一带的朋友说走就走，穿着短袖，拿着手机就上了东北的飞机，一门心思想着去东北旅游。结果到了以后才发现，东北已经准备供暖了。不过现在的我们是心大，当时的第9兵团则是没有换装补给的时间，刚过山海关就改到沈阳，直接从丹东入朝。要不是途经沈阳的时候，东北军区第1副司令兼参谋长贺晋年眼看第9兵团衣着如此单薄，紧急动员自己的部队，从仓库中翻出了5万余套御寒衣物，同时让自己部队的干部和战士脱下冬装换给南方战友。恐怕第9兵团10余万大军真就得穿着单衣赶赴朝鲜前线了。可就算这样由于停靠时间太短，许多衣服和物资甚至都没来得及送上火车，第9兵团就再次踏上了朝鲜战场的征程。1950年11月21日，第9兵团20军、27军经过10余天的长途奔袭，挺进长津湖附近，隐蔽待命。之后一直到27日，忍饥挨饿的志愿军又迎来了一场更大的考验。长津湖一带突降大雪，气温骤降，可是因为要潜伏待命，不能有火光，上千名志愿军就这么在连敌人都没看到的情况下，将英魂留在了朝鲜战场上。27日傍晚，蛰伏已久的20军、27军总算接受到总攻的命令。伴随着嘹亮的号角声，对下碣隅里的美陆战第1师和美步兵第7师发起了围攻，并顺利于28日清晨将其分割成了5个部分。但由于装备和补给的问题，本该是一场痛快的歼灭战，却硬是被美军用坦克和大炮打成了持久战，僵持了3天3夜，谁也奈何不了谁在此期间，伴随着激烈的战况是惨重的伤亡，美7师北极熊团3191人被全歼，这也是朝鲜战场上志愿军唯一一次成建制的全歼美军。可志愿军所付出的代价却是27军伤亡以及非战斗减员近1万人，全军冻伤比例更是高达22%。没办法，在装备和后勤这一块，志愿军实在太差到只能用满腔热血以及战略优势去弥补。为了打破僵局，宋时轮司令紧急调整作战部署，命令待命已久的第26军立即挺进长津湖，投入战斗。与此同时，本就不擅长持久战的美军也撑不住了。陆战一师用坦克突破包围圈后，放弃向鸭绿江挺进，开始向南撤退。好不容易抓住的机会，20军怎么可能让这些美国少爷兵给跑了？一路追击，层层截杀，就是要缠住美军，为还在长途奔袭的26军争取时间。就这样，一个跑一个拦，曾经嚣张不可一世的美军彻底被打没了脾气。战场也从下碣隅里转移到了水门桥，这是美军后撤的必经之路，也是长津湖地区的最后一道天险。一旦跨过这座桥，后面就全是平原，那才是美军机械化部队的主场。所以，要实现围歼敌军的战略目标，就务必在水门桥之前切断美军的退路。事实上，志愿军也确实想到了这一点。之前还在下碣隅里、新兴里、柳潭里等地区作战的时候，志愿军就派出了不少兵力穿插敌后，提前占领制高点或者战略要点，为后面的拦截做准备。炸毁沿途桥梁也是任务之一，这里面就包括水门桥，而且炸了不止一次。尤其是第3次的时候，27军80师专门抽出了2个连，啥都不干就炸水门桥。为了最大化争取时间，甚至连桥墩都给它炸了。修复速度再快又如何？有本事你变个桥墩出来，只要能拖延3天，志愿军就有重新包围甚至全歼美军的把握。除非美军放弃坦克、火炮等重型装备，轻装后撤，但是谁也想不到，还是低估了美军工程兵的架桥能力。桥墩短时间确实变不出来，可美军压根就不要桥墩，直接从日本紧急定制了 M2 型钢木结构桥梁预制件，还一次就是8套。12月6号夜间炸毁桥墩，截至12月8号下午，短短2天不到的时间，桥梁就再次修复一新。这就是美军的后勤水平，你能有啥办法？想要打下来，只能用命去填。别说咋不多派点人，根本就不是多派人就能解决的问题。美军到达水门桥的先头部队早就做好了死守的准备，虽然只有1个营的兵力，却足足部署了40辆坦克，这还没算空中火力呢。就算做好了不惜一切代价的准备，又能如何呀？主力都被拖住了，预备役26军长途奔袭了10几天，就被美军轰炸了10几天。
时间上来不及，能抽调到水门桥的只有那些穿插连。而且美军少爷兵归少爷兵，人家不傻呀，水门桥被咣咣炸了好几次，怎么可能没有防范？钢木桥梁架好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派兵侦察，然后就在水门桥对面的山头看到了上百名呈战斗队形一字排开的精英兵调，这是志愿军第20军第58师的兵。为了执行阻击任务，却在等待美军撤退的期间，零下40多度的天气里失温了。不过好说歹说，粉碎了麦克阿瑟回家过圣诞的美梦，还送了一份大礼，一举扭转了朝鲜战争态势。志愿军第9兵团在长津湖因战斗伤亡的19202人，因天气原因受伤的28954人，牺牲的4000余人。他们的牺牲没有白费。我是大木，我们下期再会。